好的，那么在我们完成了最基本的这个静态路由的配置以后啊，那么我们下面来看这个静态路由的负载分担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不用3条线了，我们用什么呢？我们用2条线。好 ，AR1 和 AR2 刚才不是已经有一个60.1.1.0/24是 G0-1 连 G0-1 吗？我们再来一条线，用它的 G0-2连 AR2 的 G0-2。好，我们把这个分下来。那么 G0-2 啊，60.0.0这是 G0-1 的。那么 G0-2 的这个端口它是什么呢？啊，它的网段是 60.2.2.0。好，上面这个网段是 60.2.2.0， 下面这个是 60.1.1.0， 两个不同的网段。然后这边还是点1，这边还是点2，我们把它先配置上。好 ，Interface G0-0-2 IP address 60.2.2.124。AR2 上面 Interface G0-0-2 IP address 60.2.2.224。好了，这两边配置完成了以后啊，通常情况下我会建议大家配置完成了以后拼一下跟你直接连接的那个对端，比如说 AR2 去拼一下 AR1 的这个 60.2.2.1 60.2.2.1 OK 没问题，说明这条线路是 OK 的。下面我们再来看在这儿啊，我们说再写两边再相互去写一个对于这个子网的后面这个 PC 的静态路由，然后呢将下一跳分别指向 60.2.2.1 和 60.2.2.2，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路由器上边啊，它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效果就是负载分担的。好，我们先来在 R1 上写推出 IP root static 啊，还是 172.16.10.024， 你还要写这个目标嘛？啊，目标是一样的，对吧？然后下一跳地址 60.2.2.2。IP routing table， 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172.16.10.0/24 啊，一个 60.1.1.2， 一个 60.2.2.2， 一个走 0-1， 一个走 0-2， 啊，后边的这个基比特啊，由于这个篇幅的关系啊，我们就不往后再拖了啊，不往后再拖着看了。好，这边就这样了。那么对于 B 上啊，对于这个2来说也是一样 ，IP root static。然后 192.168.10.024 60.2.2.1。对于 R2 来说啊，下一跳地址要写 60.2.2.1， 然后目标是这个。好的 ，Display IP routing table， 哎，你可以发现，哎，10.0也是一个 60.1.1.1， 一个 60.2.2.1， 下一跳一个1口，一个2口，没问题。那么下面我们来做测试。说这个拼肯定是通的，你怎么能让我看到它是2条线路通的，而不是1条线路通的呢？啊，或者说你怎么能让我看到，就是你通不行了，现在对吧？我们一定要看到的是，它们2个是2条线路。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到 tracert 172.16.10.100。看，哎，192.168.10.1 60.1.1.2 100。啊，这个是3个啊，3个。哎，好，那么我们能够看到这个 tracert 的效果吗？我们在路由器上 tracert 一下啊，我们来看 tracert 172.16.10.100 60.2.2.0 172.16.10.100。注意看，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负载均衡的路线啊。如果是 PC1， 看啊，如果是 PC1 去访问，那么它走的是 60.1.1.2。
如果是路由器啊，路由器自己也可以去访问，那么它走的是60.2.2.2。PC1 和路由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源，所以说它们两个的目标也不一它们两个的这个走的流也不一样，一个走这条线，一个走这个流。好，我们再来继续。如果说我用 PC 去 Tracert 这个点能通吗？肯定可以。好，我们再来看 Tracert 10.1，就是我们不去 Tracert 100了，去 Tracert 10.1。10.1，172.16.10.1，直接就回来了。PC 是可以完成的可以完成的。OK， 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我们整体的效果可以看到，它是两条线分别在运行，以它为源和以它为源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而且以 PC 为源走了一条线，以路由器为源走了另外一条线。OK。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负载分担的效果我们看到的负载分担的效果。说完负载分担以后我们继续下面来看什么呢？下面来看到的是路由的备份，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其实在静态路由里面，我们做分担实际的工作中做负载分担做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我们更多的是给它做备份。假设我们现在要求就是下面这个 G0-1 是100兆的链路或者说这是1000兆下面这个链路是1000兆 bps， 上面这个链路呢是100兆 bps， 100兆的 bps。那么对于静态路由来说是没有办法区分100兆和1000兆的，他就认为反正就从那个接口或者从那个下一条走出去了。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肯定默认要用1000兆。这个1000兆的 G0-1 用不了的时候，我们才用这个100兆链路。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来看，要把后边的这个补上的这个60.2.2.2的这条链路给它干掉我们 display this 或者说 display current 都可以我们来看 display this。我们之前写过两个路由条目，对吧？一个是 1.1.2 的，一个是 2.2.2 的。好，我们 undo IP root static 注意，你要想把一个命令去掉，那么你就要前面加 undo， 后面的基本上照抄172.16.10.0 255.255.255.0 60.2.2.2。好，我们在 display this 你就会发现只剩一个了。在路由表里面display IP routing table display IP routing table 我们可以看到 172.16.10.0 也只剩 60.1.1.2 了也只剩 60.1.1.2。然后在 R 上也是一样在 R 上也是一样 display this undo。 那么我们为了简单呢，我们可以把它选择，然后右键复制，然后我在这儿右键粘贴回车，就把它undo掉了省得你自己去敲了。好，我们 display IP routing table 这个 192.168 也剩一个了。好了，那么下面我们来写 AR1 上面 IP root static 172.16.10.24， 是不是这个呀？172.16.10.10 行24，下一跳地址 60.2.2.2， 依然是这个地址依然是这个地址，但是在这儿不要回车，写一个什么呢 preference。 你的这个 static 是60，其实你的这个 preference只要比60大就可以了，反正这个数值是越小越优选，越大越不优选。所以说你只要比现在当前的这个，比如说我写个65。好，我们 display IP routing table， 你依然看不到65，只有60只有60。那么我在 R 上也去把这个写完 IP root static 192.168.10.0
024，然后60.2.2.1 preference 65啊，这个地方你其实写70啊，这个都无所谓了啊，这个都无所谓。那么反正你看不到啊，反正你只能看到一个60的啊，别的你也看不到就是了。好，那么在做完这个以后，我们按照我们的片子上面啊有一个命令 display IP routing table protocol static。注意看这儿 protocol static。我有一个目标，两个路由，一个 active preference 60，看啊，这是 active 的 preference 60，然后下一跳 60.1.1.1 接口0-1啊，就是 G 0-1，我们没有别的接口。还有一个是 inactive 的，它的优先级是70 60.2.2.1。对于 ARE 来说也是一样 ，display IP routing table 啊 protocol static 也是有两个路由条目，一个活跃的是60走 G 0-1，还有一个是不活跃的，优先级这儿是65走0-2。注意优先级只在本地生效啊，注意优先级只在本地生效。好了，那么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过程。现在呢，我去 tracert 172.16.10.100，我还是用 PCA 啊去访问 PC2 啊 PC1 去访问 PC2，然后我们在这个 PC 里边看啊 PC1 去访问 PC2 了吗？不是。好，我们先去 tracert 一下，正常情况下我们去 tracert 一下，看 10.1 啊是我的网关，就是我的 R1 的网关，然后呢这个 60.1.1.2 是不是 60.1.1.几走的是1000兆的这个网络啊？哎，走的是1000兆这个网络。第三个 172.16.10.100 到了啊，到这儿。好，我们 tracer 的过去的时候确实是这样。那你说路由器上 tracer 的一下啊 ，trace tracer 172.16.10.100，你会发现它也是走 60.1.1.2 172.16.100，它不会再负载分担了，因为我路由表里面只有一个条目。注意看啊，我的路由表里面现在只有一个条目，所以说呢，我不会负载分担掉。啊，我们的路由表里面只有一个条目，所以说一个出口不会被负载分担掉。无论是 PC 还是路由器，现在都走 60.1.1.2，啊，也就是说大家都从下面这条链路啊，从1000兆的链路上走。那么我们来看 interface G 0-0-1，你们不是都从这个接口上走吗？我把这个接口当掉。啊，关闭接口的命令 shut down， 我把这个接口关了，关了以后就相当于这个线路被拔掉了。一旦这个线路被拔掉了 ，OK，display IP routing table， 看，出现了另外一条路由，优先级为65，下一跳 60.2.2.2 G 0-2。那么对于 R2 上来说呢？因为它相当于它俩是直接连接的，相当于把这个线路直接给拔掉了，所以说 R2 上也没有了 display IP routing table 70啊，就是我两边写的不一样啊，我两边写的不一样，就是这个你只要比60大就行，这边写70也是走 G 0-2 OK， 那么我们再从 PC 上去 trace 这个东西，看 10.1 第一跳从 PC 到网关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第二跳走了 60.2.2.2， 刚才我们看到走的是 60.1.1.2， 也就是说它走了上边这条链路，然后过去，这个就叫做路由的备份。好了，那么我们说，如果我把下面这条链路再修好了呢？修好了以后它会回来的。我们来看啊 undo shutdown 就会把这条链路恢复回来。undo shutdown 把它恢复回来以后啊，我们等一下，这个它接口上有一个这个undo shutdown 恢复回来以后 display IP routing table， 你会发现这个指向0-1的这个60的优先级为60的静态路由又回来了，然后我们再去 tracert， 中间断了一下啊，它在 ARP。好，我们来看，依然是 192.168.10.1 60.1.1.2 172.16.10.100，又回到了最开始的那个状态下
啊，又回到了最开始的那个状态下。这个东西就说明，我们什么叫做备份？备份就是当主用的 OK 的时候，我们就用主用的；主用的不行的时候，我们才是备用的。一旦人家修好了，我们又恢复回来了。好，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段配置 ，display 好，推出去。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最后的这段的这个静态路由的配置啊，备份静态路由的配置。IP root static 目标要写一样啊，目标要写一样，然后下一跳地址肯定不能一样。最终谁是备份啊？没有写 preference 那个，默认就等于60。然后谁是备份，谁把这个优先级写的必须比60大，你哪怕写61呢都可以。啊，一般呢我们会写一个65、67啊，或者说是你像我们的教材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胶片上写的这个100啊也无所谓，反正你比60大就可以了。取值最大255，一定要数值比60大就 OK 了。好，如果你两边都这么写啊，注意，如果你两边都这么写 ，R 上边两边都这么写，那这个就写的是70啊，不一定两边值一样，但是你要都比60大，然后我们的这个备份路由就完成了。好了，我们休息一下。